清朝的慈禧，然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，都对珍珠情有独钟。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，她的一个肖像图，基本上每一幅肖像当中都可以看到她头上戴的、身上穿的都是满满的珍珠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珍珠的一个来源。珍珠来源于珍珠贝科动物马氏珍珠贝，以及蚌科动物三角帆蚌或者纹冠蚌，这些双壳类动物受到刺激后所产生的一个病理产物。马氏珍珠贝所产的我们称作叫海水珍珠，有天然的和人工养殖的之分。三角帆蚌或者纹冠蚌所产生的珍珠呢，我们称作叫淡水珍珠，主要呢依赖于人工养殖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这张图，给大家呢展示了一张产珠的一个贝壳，当中可以看到有很多细小的一个珍珠。那珍珠到底是如何产生的，以及我们人工如何进行一个珍珠的一个养殖？那根据珍珠所产生的一个原理，一般呢我们会选取蚌的一个外套膜，给它切成小片，然后给它插入到外套膜内外表皮之间的结缔组织当中，然后把它放到水域当中进行养殖。一般经过2到3年之后，就可以得到一个珍珠。右边的这张图呢，就给大家展示了贝壳和外套膜它之间的一个结构。我们可以看到外套膜它的最外一层表皮可以分泌珍珠层物质，那我们把异物放入这个外套膜当中，蚌壳呢它受到刺激之后就会分泌这个珍珠层的物质，一层一层的把这个小片或这个小盒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，形成珍珠。海水珍珠现在主要产在广东、广西、海南以及台湾等地，淡水珍珠在浙江、江苏、江西等地呢都有养殖。珍珠根据它的一个品质的一个优劣，我们可以分成2种用途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用于装饰用的，这些往往呢是品质比较好、个粒比较大，然后呢比较圆润、比较光滑的作为装饰品，它的价值呢比较高。而一些形态不太规则、不太漂亮、不太光滑的，我们可以呢把它作为药用。右边的这张呢，就主要是一个药用的一个品种。珍珠的形状大概呈类圆形、长圆形、卵圆形或者棒形。表面的颜色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种颜色，有类白色的、浅粉红色的、浅黄绿色的或者浅蓝色的，半透明，表面呢光滑，或者呢是微有凹凸。我们从前面珍珠的一个形成过程当中可以看到，它因为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所形成的，所以表面上可以看到有一层一层的形成的一个纹理，然后表面呢具有比较特殊的一个彩色的一个珍珠光泽，非常漂亮。珍珠的质地呢相对来说比较坚硬，我们一般在药用珍珠鉴别当中呢，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磨片处理，然后观察它的断面的一个纹理。它断面呢可以显出一层一层的一个生长的层纹，这个呢我们就称作叫珍珠结构环。如果是装饰用的珍珠，我们不方便去进行一个磨片观察的话，那我们可以通过珍珠的一个穿孔进行观察。另外呢，在暗视眼当中，珍珠呢可以再出现一种特有的一个珍珠的一个彩光，那这个呢我们就称作叫珍珠红光环。珍珠的结构环和珍珠的红光环是珍珠特有的一个特征，是任何伪品都可以和它相区别的一个特点。对于我们药用珍珠来讲，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呢加以鉴别，比如说可以看它的一个荧光，把珍珠放在紫外灯下，我们进行观察，它会有呢浅蓝紫色或者亮的黄绿色荧光。通常珍珠的一个环周的部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明亮。第二种方法我们可以采用呢就是一个弹性测定，将珍珠从60米高处呢给它落到玻璃板上，然后观察它的一个弹跳的一个高度。如果是海水产的天然珍珠，它的反弹的高度可以达到15厘米到25厘米之高。如果是淡水珍珠，只能达到5厘米到10厘米的样子。如果是伪造的珍珠，它的一个弹跳的高度呢一般在5厘米以下。还可以采用火势的方法进行一个珍珠的一个鉴别。将珍珠用火烧后，它的表面呢会变黑，有一定的一个爆裂声，
并且呢会形成这种层层剥落的一种银灰色的一个小片，但是这个小片上呢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珠光呢闪耀。我们还可以采用丙酮擦拭去鉴别珍珠。如果是真的珍珠，用丙酮擦拭后，它表面的珠光是不会褪去的。如果是伪造的珍珠，它表面呢就会褪去这个光泽。我们现在有一种珍珠，它实际上是用矿石或者贝壳粉给它打成粉，粉碎之后，表面涂上一层珠光层。那这层珠光层呢是有毒的一些铅类的物质。那如果用我们上面所讲述的方法去进行鉴别的话，加丙酮，它表面的珠光会褪去。如果用火进行烧以后，它的表面不会变黑，然后呢没有爆裂声，所形成的小片呢往往是一种灰白色的一个小片，然后呢看不到这种明显的一个珠光。通过我上面所讲述的一些方法，不知道大家对珍珠有没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？好，今天呢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